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史前文明的警告，灾难呢会再次降临吗？你相信我们是古老文明的后裔吗？我们曾经掌握了超级技术，绘制了宇宙地图，了解了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祖先曾经游历世界，建造了巨大的建筑物。他们与我们现在一样，有着共同治理方式和相似的宗教信仰。我们的祖先当时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之中。那应该大约是在15000年前了。这个全球超级大国呢，当时开始崩溃瓦解，不到1周的时间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失了。而留下来的人呢，建造了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呢，不是向国王或者是神灵致敬的，其实纪念碑呢，是对后代的一种警告。这个警告呢，很简单，上面写着危险即将来临。因为我们的文明曾经终结过，所以它还会再次终结。这是一个考古学界和世界各国政府不想让你知道的故事。你一旦听了这个故事呢，你就不会再相信他们了，因为即将到来的危险呢，他们无能为力。在1994年呢，德国的考古学家克拉什斯皮特呢，在参观土耳其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时呢，发现了一块石灰岩从山坡上渗出。当地人呢，把这个地区称为大肚山，或者是用他们的语言呢，叫做戈贝克利石阵。那施密特和他的团队就开始在这个石灰岩的周围的山坡上进行挖掘。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现呢将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所有了解，因为我们都被灌输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呢就是考古学。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呢、采集者呢都是从上一个冰河时代出现的，并最终发现了农业。这些人呢组织起来呢，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在新月沃的地区呢建立了定居点。然后呢，大约6000年前呢，第一个文明诞生了。即古代的苏美尔文明。而苏美尔文明之前的人类呢，是原始的一个状态，他们最先进的技术就是石器工具。难道人类的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那在戈贝克利石阵的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4个人造的石头围墙，立在了占地10平方英尺的土地上。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个戈贝克利石阵最早的部分建于是11600年前，比古代的撒玛利亚人早了6000年。现在这么说根本就说不通嘛，因为11600年前是最后一个小冰河时代的结束所以考古学家就说，很久以前的人类他们是跟随动物迁徙的他们建造了临时的营地，或者最多呢只能是建造一个泥屋而已。人类并没有建造这种巨大的永久性石头的经验他们也没有知识以及相关的建筑工具他们甚至没有建造方面的相关能力。那这些巨大的石阵是怎么回事呢？后面他们挖掘的越多呢，就越发现我们的历史呢越不合理。很快呢，考古学家就了解到这些巨型的石头的围墙呢不是同时建造的，这就表明人们长期占据了该遗址呢，而且最新的建筑呢是建于大约15000年前了。这就意味着戈贝克利石阵被占领超过了1000多年。1000年听起来并不长，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100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罗马帝国兴衰更替了。而戈贝克利石阵的挖掘呢，仍在继续。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我们所接受的知识的教育呢，正在一步一步的瓦解。戈贝克利石阵呢，不是石器时代原始人随意拼凑起来的，它是有目的的战略性的建造。那4个巨石为呈圆形直径在7到61米之间，全部都朝向天狼星。天狼星呢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历史上许多的文明都建造了朝向天狼星的神庙。但是12000年前并非如此因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呢，天狼星的排列在夜空中是发生变化的，因此戈贝克利石阵的建造者根据每一次重新排列建造了更新的围墙。建造的这些纪念碑呢，是需要了解天文知识的数学以及工程学的。这种规模的项目还需要社区的规划、管理、分工和各种技能。所以考古学家就表示呢，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这些技术的。那这些石阵每个围墙都有梯形的柱子，其中一些高4.8米，每个重达10吨以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挖出了43根柱子了。但是戈贝克利石阵的故事呢，才只是刚刚开始。截止到2021年呢，人类只挖掘了戈贝克利石阵的5%的遗址。最近的光学成像显示呢，在这些主遗址下方埋藏着至少有15到20个额外的建筑群、围墙，甚至还有200多根额外的巨石柱没有被挖掘出来。而且关于那些石柱还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那些石柱上雕刻了人类、动物和人兽混合的一些形象，而且工艺非常先进。随着挖掘的石柱的年代越来越新呢，设计呢也变得不那么复杂了。
就好像技术和工艺呢突然凭空而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巨石阵和吉萨大金字塔建成的7000年前呢，文字发明的6000年前呢，人类却已经能够建造这些精致的巨型建筑。那这些建造者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些突然获得的知识呢？也许是在上一个冰河时代之前，地球上就曾经拥有一个更先进、更古老的文明呢。那个文明教会了当地的原始人狩猎、采集、数学、工程学，他们还教会了这些原始人类天文学，告诉他们要密切关注天空。这些古老的文明随后呢，向当地人讲述了冰河时代之前他们的文明昌盛的故事。在哥贝克利石阵的围槽地中呢，第43号石柱呢被称为秃鹰石。秃鹰石上就雕刻着精细的文字，讲述了史前古人类的故事。不幸的是呢，这也是世界末日的故事。秃鹰石就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石柱上雕刻着星群，那这些星群呢是明亮的星团，就像是星座一样。在第43号石柱指向了天蝎座。每一种文化呢都对星座呢有着不同的描述。当天蝎座与夜空对齐的时候呢，所有其他的图画呢都各就各位，每一个都代表着星座。在设计中呢，太阳就位于秃鹫翅膀的顶部，显示了它在天空中相对的星星的位置。如果我们使用中央太阳作为指南来排列星座的话，它就会显示出一张星图，而每一张星图呢都是一个日期。以胡佛大坝为例呢，大坝的底部刻有大坝开通当天从该位置看到星星的精确配置。因此呢，如果这些建筑呢在数千年或者是数百万年后被发现的话，考古学家呢就会知道人类建造这座大坝的确切日期了。所以秃鹰石就展示了历史上唯一一次从哥贝克利石阵观察到这种特殊星象的情况。这种展示的方式呢，居然持续了100年。它讲述了一个被称为新仙女木时期的时代呢，当时的冰河时代持续了大约260万年，改变了地球的地貌。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呢是被数公里厚的冰盖所覆盖着的，相当于地球表面的30%呢被冰川覆盖。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是件好事情。虽然气候很冷，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冷。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很温暖的呀，植物动物繁多，所以在260万年来呢，气候一直如此稳定。原始人类呢拥有着舒适的气候，它相当的适合进化。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呢，智人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我们在冰河时代繁衍生息，然后气候呢开始了变化，气温突然变暖，年复一年呢，冰盖慢慢融化，海平面呢逐渐上升。这本来呢是人类文明所担心的问题，但是他们呢却无能为力。突然之间呢，大约在12900万年前呢，地球再次变冷，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但冷到人类知道如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和繁衍。那这个小冰河期基本上是回归正常了。1000年以后呢，这个正常的海洋时代呢以剧烈的方式结束，因为冰盖突然融化。这一次冰融化的速度非常快，当时的文明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调整，这就是大洪水时期了。从格陵兰岛到南极采集的冰痕的样本中呢，有这场灾难的证明。那第43号支柱秃鹰石上也有这场灾难的证据。除了告诉我们日期呢，石碑上还描述了新仙女木时期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一条蛇从南方来，据说它代表的呢是3股巨浪席卷全球。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发生过的大海啸的故事。但第43号石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呀，还有第56号石柱描绘了更多新仙女木时期从天上掉下来的各种陨石冲击波，砸得当时的动物呢四处逃窜。虽然很可怕呢，但对我们来说，第18号石柱呢是哥贝克利石阵的一种最不祥的描述。它包含了整个遗址上唯一的一个词汇，就是上帝。这根石柱呢是在请求上帝帮助。在地号围墙中的第18号柱子呢，聚焦于我们所知道的水瓶座星座，但它建造的时候呢，柱子可能是以现在的金牛座为中心。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现在就有很大的疑问了。恩克彗星呢是于1786年被发现的，绕行太阳呢一周大约是需要3年的时间。恩克彗星大约3英里宽，其实它呢曾经是非常大的，它是科学家所说的巨型彗星的一部分。这个巨型彗星呢据说有160公里宽，不仅由冰组成，还由金属和岩石组成。大约呢在2万年前这一颗巨型的彗星解体了。当这颗160公里宽的巨型彗星解体时呢，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碎片场，变成了数百万颗较小的彗星，小到有沙粒那么大，大到呢直径超过1.6公里宽也不等。
所以当地球穿过那一片碎片云层的时候呢，戈贝克利什镇的人们就看到了彗星风暴从水瓶座落到了地球上，就像第43号石柱上描绘的那样。但可怕的是我们每年都会飞过同一片碎片区域，它呢就被称为是流星雨了。那多年以来呢，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果你在9月、10月或者11月观看水瓶座的话，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的。那戈贝克利什镇的考古学家呢，无法解释文明的起源，我们只能够承认他们低估了大约5000年前早期人类的技术能力。但是在2019年呢，主流科学界迎来了更多的坏消息，因为那一年考古人员在距离戈贝克利什镇约64公里的喀拉汉山丘呢开始挖掘，初步估计呢，喀拉汉山丘以前可能是有人定居的，而戈贝克利什镇的山丘似乎呢是为一个目的而建，它呢就是礼拜场所或者是天文台了。那喀拉汉山丘则截然不同它显示出了社会结构的一种迹象，表明这两个遗迹发挥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就是戈贝克利什镇呢是一个宗教中心，而喀拉汉山丘呢是一个住宅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该地区肯定还有更多的定居点尚未被挖掘了。在2021年呢，土耳其政府宣布发现至少有11座山坡，其中都包含与戈贝克利什镇山丘非常相似的建筑。山坡以戈贝克利什镇为中心圆，围绕成了一圈160公里的环。这些遗址呢被通称为塔什特佩勒。那每个特佩勒的考古遗址的布局都表明在新仙女木时期改变世界的面貌之后呢，数十万人永久的居住在了这里。但是在2008年呢，在89公里外发现了一处遗址，这确实打破了历史，表明了塔什特佩勒呢可能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地区的首都。当时给该地区挖水坝的时候呢，工程师们重新发现了邦丘克鲁塔拉，而邦丘克鲁塔拉的定居点呢有 1.2 万到 2.3 万年前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它是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发现这里的结构呢，居然与戈贝克利什镇和该地区呢是属于同一时期建造的。所以土耳其这个地区就表明成千上万人是生活在一个有组织、有社区、有寺庙、有商店的，还有大厅的大型城市里面。他们有分工，有食材方面的专家，他们是天才的工程师，懂得数学、天文学，这已经是 1.2 万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技术演变是需要数千年时间的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也没有遗址。而大洪水之后呢，戈贝克利什镇、喀拉汉山、邦丘克鲁塔拉和塔什佩特勒周围的人们呢，突然就学会了这项技术。难道这是神传授给他们的礼物吗？而每一种文化呢，其实都有一个大洪水的传说。远在诺亚建造方舟之前呢，美索不达米亚吉尔加美什史诗呢，也里面记载发生了一场大洪水。古代的撒玛利亚人、埃及人、希腊人、印度人，他们都有一个大洪水的传说。这个神话遍布了全世界。而北欧人呢，有他们自己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加人、阿斯特克的部落、日本、中国、夏威夷、澳大利亚以及那些土著呢，都有这些例子。传说呢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情节。人们自己因为行为不端，所以大洪水呢被派去消灭他们，让少数的幸存者呢重新建立文明。所以这些传说呢，在大洪水之前都有先进的文明呢在自己的大陆上繁衍生息发展。比如说亚特兰蒂斯繁荣昌盛，技术先进，是一个强大的岛国，它比亚洲大，由众神的后裔统治。但是人们后来变得腐败堕落，促使众神在一天一夜之间呢发生了地震、大洪水将这个岛屿呢沉入了海中。而雷姆利亚呢，也是太平洋上一块巨大的大陆。雷姆利亚大陆是精神先进的一个文明家园，它有的时候是亚特兰蒂斯的盟友，有的时候是敌人。然后这个母大陆呢，可能也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它也曾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居所。母大陆幸存者呢，也带来了他们的智慧，开创了古埃及、玛雅文明。所以亚特兰蒂斯、雷姆利亚、母大陆呢，都是类似的故事。他们都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他们都存在于公元前的9600年左右，都被一场大洪水所摧毁了。但在这3个故事中呢，都有一些幸存者在这些洪水退去呢，家园被摧毁之后，他们呢到其他的大陆上去寻找庇护。于是他们发现呢，这些大陆上的人们善良原始，所以呢这些幸存者呢就赐予了他们文明的礼物给他们。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地球上的农业开始爆发了，整个中东的巨石文明的结构出现了，复杂的城市似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他们在印度教中以马西亚的形式出现，引导国王魔奴呢建立了文明。
在美索不达米亚呢，欧涅斯从海中出现，以半人半鱼的形象，所以欧涅斯呢教了撒玛利亚人农业，制定了律法和所有对文明至关重要的知识。那羽蛇神呢也与水有关，将文明带给了埃及、波利尼西亚、中国、夏威夷北部和美洲的原住民。有一位神一般的导师呢，都是从海中而来，帮助呢重启文明。这些救世主或者是导师，无论你想怎么称呼他们，他们都出现在大洪水之后的新仙女木时期的末期。他们都将智慧和知识传授给了他们遇到的原始人，让他们重启文明。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文化似乎都被赐予了相同的知识。例如天狼星呢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每种文化都知道它，但每种文化无论新旧呢，都将天狼星称为狗或者是狼。在伊拉克呢，天狼星被称为领头的犬星；在中国被称为天狼；在叙利亚人和阿卡迪亚人将天狼星称为太阳之犬；而在北美土著叫狼星的狗。所以在大多数的文化之中呢，对天空中最亮的星星怀有敬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都把同一颗星星称之为狗或者是狼，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巧合。那大约在1万年前呢，戈贝克利什镇的人们开始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他们用石头和碎片呢填满了整个院落，然后用泥土和泥浆覆盖，让它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关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呢，是有2种理论的。一种呢是人们为了保护它，另一种呢是为了隐瞒它。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神话传说中都有古代先进文明的证据，不仅有文明存在的证据，还有它是如何被毁灭的证据。比如说启示录中就描述了一些可以解释为撞击的事件，上面就说我看到他揭开了第6个封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说看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太阳变黑像一块毛布，月亮变成了血色，天上的星辰坠落到了地上，就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时落下未成熟的无花果一样。天被卷了起来，像书卷一样散开，山岭岛屿都被挪移了位置。而法国的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著名的洞穴艺术之一了。一幅名为树井长井的图画描绘了一个垂死的男人和几只动物。研究人员就说这是描绘了公元前15000年前左右的一个彗星撞击事件。世界各地的岩画都描绘了有多条尾巴的天体这些代表了流星群体。这幅来自于佐治亚州的福塞斯县的岩画是一个星图，也表明了在536年前发生了彗星群撞击事件。包括格林岛的冰纪的样本也都证实了在533年到540年之间发生过撞击。那一次撞击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并使得地球的温度下降了5度以上。还有更多撞击的例子。请注意，现在所讲的这些例子都并非来自于数千年前，有些仅仅是来自于几百年前。而且这些撞击是定期发生的，通常是发生在秋天。当我们穿过流星碎石场时也许这就是秃鹰石上所讲述的那个故事了，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因为彗星每年都会出现据说今年的11月彗星的出现会到达顶峰。当然了，它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更像是流星，但其中的一些是照亮整个天空的火球。那为什么大型的考古学家和每个世界政府都低估了这场事故呢？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每次当我们穿过彗星云层的时候我们都是仿佛在玩那个俄罗斯轮盘，你知道吧？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再次会被终结，只有少数的幸存者会存活。也许那些幸存者会在洞穴的壁画或者是岩石上来雕刻描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末日事件。无论他们怎么做他们都想讲述我们现在的故事嘛。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